小月，上个月我的中文听力考了满分，昨天在便利店，我被四个字打败了。四个字？哪四个字这么厉害？袋子要吗？就这四个字。就这四个字。收银员说了3遍，我一遍都没听懂。最后他拿出计算器打给我看，哈哈，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说的是袋子药吗？我回家路上才反应过来的。这就是最丢人的地方。我大概知道他怎么说的了，是不是又快又轻，最后一个字几乎没有声音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句话他一天要说300遍，说300遍的话，没有人会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。可是这四个字我全都认识，写在纸上，我1秒就懂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事。你不是不认识那些字，你是从来没听过那些字真实的样子。真实的样子。小月，你说我那个满分是不是假的？不是假的，我见过太多人考试听力拿高分，一出考场连一句“你要不要加热”都听不懂。那考试到底测了什么？测你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能听懂多少号。播音员的声音、标准的普通话、正常的语速，还有停顿。便利店测的是什么？真实生活，一个累了一天的收银员说着他今天第300遍的那句话，旁边还有人在打电话。这么一比，差得太远了。我给你一个说法，你听了会舒服一点。你不是听力不好，你是只见过修过的照片，没见过真人。修过的照片。课本上的音频就是修过的照片，每个字都摆得整整齐齐。真人说话是本人，头发是乱的，衣服是皱的。可是我在中国生活，我面对的全是本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聊考试，我要告诉你5个真相。为什么真人说的中文你听不懂？5个？那我得好好听了。最后我还会给你4个练法，还有3句救命的话，听不懂的时候直接用。那我们从第一个真相开始。第一个真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你觉得他们说的太快，对不对？太快了，我感觉中国人说话的速度是我的3倍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能不信，中国人说中文的速度跟英国人说英文的速度其实差不多。不可能，我听英文一点都不觉得快。那是因为你听英文的时候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听的。我不是吗？你不是，你听英文一整句进你耳朵，你是一大块一大块接的，可是你听中文是一个字一个字捡的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是。我听中文的时候，脑子里一直在忙着认字。你在一棵一棵树米，我们是一碗一碗端过来的。一碗一碗端，那我当然跟不上。我给你换个更清楚的比喻，你认一个人的脸是怎么认的？就看一眼就知道是谁了。你会不会先看眼睛，再看鼻子，再看嘴，然后在脑子里拼起来，最后说，哦，是小月？当然不会，那太慢了。我是一眼看整张脸。这就对了。中国人听中文是一眼看整张脸，你现在听中文是在拼5官。一眼看脸和一个拼5官，这个比喻我服了。所以问题不在他们的嘴，在你的耳朵还没学会成块的听。那什么叫一块？比如我跟你说啊，这4个字在我们脑子里是一个东西，一个开场的信号，不是4个字。我跟你说啊，还有，你知道吧？那你说呢？这样吧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提了，这些都是整块的。我们说的时候不拆，你听的时候也别拆。所以我应该整块的记，整块的听。对，你要是把这种块记住50个，你会觉得中国人忽然说慢了。他们没变慢，是我一次接的东西变多了。完全正确，这就叫熟能生巧。熟能生巧。一件事做得熟了，
自然而然就找到窍门了。听力这件事没有别的路，只有熟。好，第一个真相我懂了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真相可能会让你有点生气，真人说话的时候会偷懒，有些音是会调的，掉到哪里去了？没了不发了，或者含在嘴里含糊过去了。这不算说错话吗？不算错，是省力气。人说话都想省力气，这一点全世界一样。你等一下，我想到我们英文了。Going to，我们说 gonna；want to，我们说 wanna。这不就是同一件事吗？你从来不觉得 gonna 是错的。因为我从小就这么听，可是我学中文课本从来没教过这个。课本不教，因为课本要教标准的。可是标准的普通话，你一天能听到几次？我想想，新闻里、地铁广播里，对，剩下的时间全是省过力气的中文。我给你几个最常见的，你一听就明白。来，我记一下。第一个，这样子，生活里说快了，变成2个音，年轻人在网上直接写成酱子。酱子，酱是酱油的酱。对，就是那个酱，酱子，酱子，你自己念一遍就知道为什么。这样子，真的很像。第二个，什么？很多人直接说成啥？你在电话里听到一个啥，别慌，那就是什么。你说啥？就是你说什么？对，第3个最重要，这个我认识啊，第一课就学了。你查字典，它标的是一个音，可是14亿人几乎没有人这么说，大家说的是那个。你去街上听，100个人里有99个说那个，课本教你的那个说法，只有播音员会用。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声音。这句话你说的太好了，你在等课本里那个音，可是生活里它不出现，你当然听不懂。还有吗？我全都要。有没有？年轻人说成有木有？多少钱？中间那2个字轻的几乎没有。知道了，前面那个之常常整个不见，只剩到了。那我听到的就是2个字。对，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，是不是？中间那个不又轻又短，3个字听起来像一个词，是不是？我明白了，我一直在找3个清清楚楚的字。还有一类你要特别小心，北方人的儿化音。儿化音我知道，这儿那儿。不止这些，一会儿，一点儿，有事儿，玩儿，哪儿？北京人说话句子里到处都是这个。那我听起来是什么感觉？你会觉得那个字变了，比如一点儿，你要是只学过一点，你会以为他说了一个新词。这个我真遇到过，有人跟我说等一会儿，我一直在想会儿是什么意思。会儿就是会，北方人加个儿，南方人不加，是同一句话。小月，我现在心里有个大问题。你说，既然真人都这么说，为什么课本还教那个没人用的说法？因为课本得先给你一个干净的样子，你连标准的都没听过，一上来就听省过力气的，你会崩溃。所以课本是第一步，不是全部。对，课本给你一张照片，你得自己去认那个真人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课本音才是真的，生活里那些是不标准的，是坏的。反过来，生活里那些才是真的，课本音是为了教学做出来的。这个念头一转，我发现我这几年一直在跟真实的中文对着干。现在转过来还不晚，说第3个真相。你猜，真人说话里有多少字是不带信息的？不带信息，说话不都是在传达意思吗？不是，真实的聊天里大概有1/3的字，什么信息都不带。1/3，那他们在说什么？再思考，
再拖时间，再客气，再找词。我说一句真实的中国人说的话，你听着。好，哎，那个就是说啊，你要是明天有空的话，咱们那个一起去看看。这句话好长。可是他的意思只有一句，明天有空吗？一起去看看。哎，那个就是说啊，咱们那个全是空的。对，都是垫在中间的。人一边说一边想，嘴要先动，就用这些词垫住。我们英文也有 like， 还有 you know。一模一样。可是你听英文的时候，这些词会自动从你耳朵里划过去，你根本不注意。可是听中文的时候，我每一个音都想抓住。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一遇到那个，你就开始想那个是什么，等你想完，人家已经说到看看了。所以我因为一个没有意思的词丢掉了整句话。对，我教你一个词叫抓重点。抓重点。一句话里最重要的东西，通常就两样：做什么，跟什么有关，动词和名词。明天有空一起看看。你看，抓这4个就够了，剩下的让他们从耳朵里流走。让他们流走。这个我要练很久，我总想全抓住。全抓住是不可能的。我给你一个更狠的说法，中国人听中文也是猜的。你们也猜？当然猜。我在马路边跟人说话，车一开过去，我至少漏掉2、3个字，可是我照样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因为你能补上。对，我用前后的话补，这个本事我们从小练了20几年。这个有专门的说法吗？我想学一下。连蒙带猜，一半靠猜，一半靠蒙，最后把意思拼出来。连蒙带猜，听起来不太光荣。一点都不丢人。你以为的听懂，从来不是每个字都听清，是意思对上了。意思对上了，就算听懂。这个标准一放松，我压力小了一半。第4个真相，这个藏得最深，很多人学了一辈子都没想明白。这么严重？我先问你一个情况，是不是有时候别人说完一句，你其实听懂了，可是等你懂的时候，他已经说到第3句了。天啊，你是不是在我脑子里装了摄像头？这个太准了。这就是第4个真相，你不是听不懂，你是听懂的太慢。听懂的太慢。中文里有个词正好形容你这个状态，后知后觉。后觉后觉。事情过去了你才反应过来，别人笑完你才明白笑话，别人走了你才想到该说什么。这就是我经常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忽然懂了下午那句话。哈哈，这个太真实了。你知道这时候你真正的损失是什么吗？不就是错过那一句？不是，是你在忙着想那一句的时候，后面5句你一个字都没听见。因为我一心不能二用。这个词用的对，一心不能二用，一个脑子同时干2件事，2件都干不好。所以我一边回想一边听，等于2件都废了。对，你像一个人在追公交车，车没停，你却停下来系鞋带。换鞋带，车早走了。所以听真人说话，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学会扔。扔掉什么？扔掉你没听懂的那个词，当场扔，不许回头想。可是万一那个词很重要呢？真重要的东西，后面还会再出现一次。中国人说话很爱重复，一件重要的事，我们会换个说法再讲一遍。所以我不用怕漏。漏一个词跟漏一整段，你选哪个？当然选漏一个词。那就往前走。我还有个说法，你可能更容易接受。听真人说话，像过河踩石头。过河踩石头。河里一排石头，你不用每一块都踩到，只要踩到几块关键的，就能过去。我以前是站在一块石头上，非要把这一块研究明白。
结果水就涨上来了，往前踩就好了，这一块没踩到，下一块补回来。小月，我还有一个怀疑，一直不敢说。说吧，今天什么都能说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不是我听不懂，是他根本没在说普通话。恭喜你，你自己找到了第5个真相。很多时候，真的不是你的问题。真的，真的。你知道中国有多少种方言吗？很多，几十种。几十种是大类，算得细一点，上百种都有。而且很多人说普通话是带着家乡口音的。那我在杭州听到的是哪一种？我们杭州人说普通话，你仔细听，有一股味道，我自己都听得出来。我一直以为你说的是标准普通话。那是因为我在节目里说的比较慢，比较用力。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一句都听不懂。一句都听不懂。一句都听不懂。那不是普通话，那是杭州话，跟普通话像2种语言。这个我完全没想到。我给你几个常见的。很多南方人把上海说成桑海，把知道说成知道，这不是他们不会，是从小的习惯。三海，我要是不知道有这回事，我永远听不出那是上海。还有一件事比口音更麻烦，你可能完全没想到。比口音更麻烦。同一个东西，不同地方用的词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可是我们学的不是同一种普通话吗？字是同一种，词不是。你在北方问路，人家说自行车；到了南方，很多人说单车。单车和自行车是同一个东西。一模一样。还有，北方说西红柿，南方很多人说番茄；北方说土豆，有的地方说洋芋。洋芋，这个我从来没在书上见过。书上不会写，因为它不算标准词，可是几千万人天天这么说。所以我听不懂。有时候不是我没学过那个字，是那个词我学的是另一个版本。对，你学的是一个中国人嘴里有3个。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说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碰到一个陌生的词，先别慌，很可能它就是你早就会的那个东西。换了一件衣服。换了一件衣服，这个说法我喜欢。这么说，就算我把标准普通话练到完美，我还是会听不懂。对，所以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，你要接受一件事，真实的中国普通话是带着口音的，那个标准音只活在新闻和课本里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残酷，可是很实在。你换个角度想，你在英国听苏格兰人说话，能全听懂吗？不能。我第一次去苏格兰，跟当地人聊天，我全靠点头。你看，你的母语你都做不到，那你为什么要求你的中文做到？我对我的中文比对我的英文严格多了。这个毛病，学中文的人身上到处都有。5个真相我都听完了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可是舒服不解决问题。小月，我到底要怎么练？来了，这是今天最有用的部分，4个方法，一个比一个具体。我记着。第一个方法，听起来跟你想的正好相反。同一段音频听10遍，比听10段新的有用。为什么？听得多不是接触的多吗？你听10段新的，每一段你都是一样的听不懂，你只是把痛苦重复了10次。那听10遍同一段会发生什么？第1遍你听不懂，第3遍你听出几个词，第7遍你忽然发现那个音是你早就认识的一个字。那个音是我认识的字。这就是关键。你听不懂的地方多半不是新词，是你认识，但从来没听过它真实样子的词。你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所以我不是词汇量不够。绝大多数中级学生都不是词汇量的问题，
你的耳朵签这些词，一次见面。那这10遍具体怎么听3步。第一步，不看字幕听，把听不懂的地方记下来。第二步，看字幕，看那些地方到底是什么字。第三步最重要，关掉字幕，再听一遍。第3步为什么最重要？因为只有这一遍，才是真的在改你的耳朵。你看着字幕听，那是在看书，不是在听。这句我要写下来，看着字幕听等于看书。而且第3步，你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，那个字忽然自己跳出来了。这个瞬间，我们叫恍然大悟。恍然大悟，本来一片糊，忽然一下全明白了。这个感觉一来，那个词就长在你耳朵里，再也丢不掉。好，第2个方法呢？第2个方法你可能想不到，它跟你的嘴有关。听力的方法跟嘴有关。我说一句话，你听完可能会坐直，你的耳朵只能听懂你的嘴巴会说的东西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自己说不知道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说的？对，我说的很标准。所以你的耳朵只认识那个清清楚楚的版本，真人那个含含糊糊的版本，你的耳朵里没有存过，它当然认不出来。所以我得先自己学会含糊的说。对，你自己试着连起来说，试着把该掉的音调掉，你的嘴一会，你的耳朵马上就跟着会了。这个方法太聪明了，我要跟着音频学他们的懒。说得好，学他们的懒。这个练法有个名字，叫影子跟读。他说完你马上跟一句，像影子一样贴着它。影子跟读，我今天就是第3个方法。第3个方法很简单，换材料，别再只听课本和新闻了。那听什么？听废话多的东西，聊天节目、日常的视频、直播、朋友之间的对话。为什么要废话多的？因为真实生活就是废话多。你只练干净的材料，你练的是考试，不是生活。那我不是会听得更累吗？一开始会，可是在这种材料里，你练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样本事，跳过废话，抓重点，连蒙带猜。干净的材料练不出这些，一点都练不出来。第4个方法是一个提醒，不是练法。什么提醒？慢速播放，别上瘾。我经常用0.75倍速。短时间用可以帮你看清结构，可是你一直用，你的耳朵会习惯那个不存在的速度。因为真人不会为我放慢。对，所以规矩是一段材料，最后一定要用正常速度听一遍才算过关。慢速是拐杖，最后要扔掉。这个比喻是你自己想的，比我说的好。小月，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我在现场，就是当下听不懂，我该说什么？这个必须叫。很多人听不懂的时候，只会说一句什么，然后气氛就僵了。对，我就只会这一句，然后我们2个人一起沉默。我给你3句，你按顺序用。最基本的一句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说慢一点嘛。这句我会。可是这句有个毛病，他会说慢，但用的还是同样的词。你要是不认识那个词，慢了也没用。那怎么办？所以第2句更好用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最后那个词是什么意思？把范围缩小到一个词。对，你问的越具体，他答得越准。你要是说你能再说一遍吗？他会把整句话重复一次，你可能还是卡在同一个地方。这个我经常遇到，重复3遍，我卡在同一个字上。所以第3句最高级。我叫了你以后，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。这么厉害？你把你听懂的那一部分说出来。你是说明天，然后停在那里。只说我听到的一半。对，你停住。
对方一定会自动把后面补上，而且他会换一个说法再讲一遍。他一换说法，我就有第二次机会。而且这句话还有个好处，你不是在说我听不懂，你是在说我听懂了一部分，对方一下就知道该从哪里帮你。这个太有用了，我以前一听不懂，就把整句话推回去。那样对方也不知道你卡在哪，你给他一半，他就知道另一半在哪。还有别的建议吗？还有一个态度上的，你不用每次都问，有时候似懂非懂，就先往下聊。似懂非懂，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懂，半懂半不懂。这个状态在真实的聊天里非常正常。我一直觉得那样有点不诚实。不是不诚实，是不打断。你往下聊3句，前面那个东西自己就清楚了。中国人聊天也这样，我们不会每一句都停下来确认。所以听力好的标准不是每个字都听清。对，是没听清也能把这个天聊下去，这才是真正过关的样子。这个标准比我以前那个标准人性多了。好，今天说了这么多，那5个真相我不让你背了。我问你一个实在的问题，你问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打算做哪几件事？我想了一下，我打算做3件。说。第一件，我不再听10段新的了，我选一段10分钟的真人聊天，1个星期就听它，不看字幕听，看字幕，对，再关掉字幕听一遍。你把这个排第一，说明你真听懂了。第二件，我要跟着他们学偷懒，那个酱子啥有木有，是不是？我自己要说的跟他们一样含糊。因为你的耳朵只认识你嘴巴会说的东西。第三件，我下次听不懂，不再把整句话推回去。我说，你是说，然后停住，等他补。3件事，1件都没跑偏。那我再问你，回到今天开头那个便利店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下次那个收银员又快又轻的跟你说一句话，你怎么办？首先，我不会再站在那块石头上研究了，我会先猜他问的大概是袋子、加热还是会员。这3个猜得非常准，90%就是这3样。然后我会说，你是说袋子啊，让他来补。这就对了。你听不懂的那一秒，其实不需要更好的耳朵，只需要一句更聪明的话。这句我记下了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故事。你在中国有没有过一次，明明每个字都学过，听到的时候却完全没反应过来？或者说说你觉得中国人说的哪一句话最难听懂？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下一期挑几个出来，一句一句拆给你们听。你写下的那一句，可能正好卡住了几千个人。好，那我们下次接着聊。下次见。别着急，你的耳朵这会儿正在偷偷变好，只是他还没告诉你。